把孩子带到伊斯坦布尔上学，第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择校。国际学校、私立土语学校、公立学校，3套学制，3种学费，3类入学条件，适合的家庭并不相同。这条视频帮您一次理清。计划走国际课程，将来回看英美方向的家庭，多优先考虑国际学校或双语私立。把长期定居和成本放在首位的家庭，则会认真评估公立和本地私立。方向不同，选择自然不同。先看国际学校，他们以英语或外语授课，多采用 IB 英式 A Level 美式或法德课程，师资国际化，升学偏向海外大学，学费最高，名额紧张，热门学校常需提前1年排队和面试。第二类是私立土语学校，以土耳其语为主授课，许多提供强化英语或双语班，整体优于普通公立，学费居中，适合中长期定居，希望孩子融入本地体系的家庭。第三类是公立学校，由国民教育部 MEB 管理，对持有效居留的外国学生免学费，全程用土耳其语授课。优点是成本低，就近入学，融入快，挑战在语言门槛和班级规模。我们的建议是先确定家庭未来3到5年的定居和升学方向，再到推学校类型，而不是被单一排名牵着走。说到学费，本文写作时，国际学校年学费大致每年1万至3万美元，热门 IB 和英美课程处于高端，私立土语学校约3000到1万美元，公立学校对持居留学生免学费。这些只是大致区间，实际以各校当年公布为准。学费之外，还要预留报名费、校车、餐费、校服和课外活动，这部分在国际学校尤其可观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前提，孩子能否合法上学，取决于本人是否持有有效居留许可。入学和居留是2件要同步安排的事。多数情况下，未成年子女随父母办家庭居留，或入读后办学生居留。居留由移民总局 GOG Idrisi 管理，入学注册与学校和教育部对接，2条线要同步推进。提醒2点，入学注册通常要求孩子已有或正在办居留，要把预约、体检、地址登记都算进时间。若家长通过购房、投资或工作取得居留乃至入籍，孩子的身份路径也会变化。国际学校的招生通常提前数月甚至1年启动，包含报名、入学测试或面试、排队等位。一般建议在入学前6到12个月就接触目标学校。学年通常9月开学，但插班和滚动招生也存在。常见材料包括孩子的护照和有效居留、此前成绩单与在读或毕业证明、体检疫苗记录，以及部分学校要求的入学测试或语言评估，多数需经翻译和必要认证。接下来是避坑环节。第一个坑是低估了材料的翻译、公证和认证，尤其从中国带出的学籍文件，这一步最容易拖慢进度，往往比挑学校本身更费心，一定要提前理顺。第二个坑是语言关。公立和多数私立土语学校用土耳其语授课，零基础的孩子需要一段适应期，年龄越小适应越快。国际学校英语基础不足，同样需要支持，越早安排越从容。我们建议3条腿一起走，尽早接触土耳其语，可结合 Tomer 打基础，维持并提升英语，同时不放下中文读写。中文对将来可能走华侨生联考的家庭尤其关键，不该因出国中断。第3个坑是对华侨生联考的误解，它是面向符合条件的海外华侨学生单独命题录取的内地高考，但有实打实的门槛，绝非无条件捷径。资格一般要求规定的境外居留或外国国籍，并满足居住年限，家长居住时长也常在审核范围内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孩子一旦取得外国国籍，原则上需注销内地户籍，社保、升学和继承都会受连锁影响。
具体条件每年由主管部门公布，请以当年文件为准，并就个案逐项核对。要强调的是，任何关于分数、录取线、名额或通过率的说法都不应被夸大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或录取结果。身份安排的越早，未来保留的选项越多，但每项资格都要结合实际向专业顾问核对当年规定。其实择校只是起点，真正决定孩子这条路走得稳不稳的，是把择校、居留、语言和长期升学整合成一条清晰的时间线，而不是分散的各自应付。中土华信集团落地伊斯坦布尔全中文团队，我们依据家庭方向匹配学校与候选名单，协助居留申请续签，让入学和身份同步，梳理学籍文件翻译认证，安排土耳其语课程，端到端陪同。如果这条视频帮到您，欢迎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更多内容到主页了解。每个关键节点，我们都会用中文向您书面汇报进度。